中国现在有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实力严重的不对等。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两个让人惊讶的新闻。第一个新闻是一位21岁有男朋友的中国女大学生，千里迢迢跑到上海去看游戏比赛，然后和一位37岁已婚有娃的乌克兰电竞选手发生了关系。事后呢，这名乌克兰选手把二人在酒店开房的照片发到了外网，并说中国女孩很容易得手，就是 Easy Girl。这个事情在外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可以说是真的丢脸丢到了国外了。第二个新闻是一个巴西男主播在网上吐槽中国女孩像巴西牛排一样便宜，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梗叫巴西牛排女，和 Easy Girl 一样，都成了中国女孩行为随便、容易得手、崇洋媚外的代名词。我为什么要提这两个新闻呢？因为这两件事儿有两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个是两个外国人的国籍，他们一个是乌克兰人，一个是巴西人。乌克兰现在是什么状况，大伙儿都清楚，全球最混乱的国家之一，哪怕是在俄乌冲突之前，乌克兰都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他们很多当地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来块钱，是妥妥的低收入国家。巴西情况能稍微好一点，但也是一个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生活品质上远远比不上咱们。就是这样的两个外国人，竟然还能够吸引中国女孩，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点，我刚开始一直以为是2014年发生的事情，结果一查才发现是2024年发生的事情，这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呀。因为但凡是开眼看世界的人都清楚，现在的中国就是美国之后的第二个超级大国，是无数小国想要朝拜的区域性强国。我就不说咱们应该像美国人那样目中无人吧，最起码平等理智的看待所有外国人，这一点咱们应该总可以做到吧。可结果呢，还是有很多人一看到外国人那两眼就冒光，这样的案例十分的普遍。我上面说到的两个只是冰山一角，还有2023年两个外国人在上海街头进行挑战，要亲吻100个陌生中国女孩，而且是亲嘴，不是亲脸颊。结果他们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这个挑战，很多中国女孩一看，他们是外国人，瞬间就丢掉了所有的矜持，甚至有一些女孩表现出来的激动情绪让外国人都感到惊讶。毕竟他们自己都只是长相一般，肚子很大，也没有多少钱的普通外国人，他们搞不懂中国女孩为啥会对这种过分的要求从不拒绝。那为什么这种现象无法得到根治呢？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被摧毁的太厉害了。原来中国人是非常自信的，在清朝乾隆时期，我们国内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我们看待外国人都说他们是罪儿小国，是西方蛮夷。但是自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民族自信心却一点一点出现了全面崩塌之势。首先是鸦片战争打掉了中国人的军事自信心，然后是通商口岸打掉了中国人的经济自信心，随后是甲午战争打掉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紧跟着庚子国难打掉了中国人的体制自信心，最后是军阀混战打掉了中国人大一统的自信。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从天朝上国变成了带有侮辱意义的东亚病夫。这种极致的落差摧毁了很多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让他们至今都没有缓过神来。有幸的是，抗日战争我们找回了中国人做人的基本尊严，新中国成立，我们找回了中国人大一统的自信，抗美援朝，我们找回了中国人的军事自信心。但是一代人能做的事毕竟有限，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完全找回文化自信心。国内的一些人还是以为国外的就都是好的，不管是产品、价值观，甚至是人种，他们都认为外国遥遥领先。这种思想深入骨髓，难以改变。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人还是太少了。不信你们可以问问身边的人，中国有多少人坐过飞机，又有多少人真正的走出过国门？我暂且不说要大家去欧洲那些发达国家去看一看，哪怕大伙儿去过越南、泰国这些国家，都会对咱们国家的实力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真实的体验，如今的中国由于产业升级和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原因，我们的国内工业产品价格在全世界都属于非常廉价的水平，不管是生活物件还是食品工业，中国都是全世界供应最丰富、价格最低的国家。再加上国内的菜篮子计划，
大量的廉价蔬菜出现在国内市场，还有最近几年猪肉、牛肉价格的大降价，这些因素叠加在一块儿，就让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水平不亚于西班牙这样的发达国家。甚至有人从综合生活成本方面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的上海整体生活体验要强于美国的纽约。我就不说中国人的生活品质高于美国人吧，就目前我个人的体验和很多外国网友的反馈来看，咱们如今的生活品质很可能已经快要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了。这一点不是 GDP 可以体现的，只有你在两边都生活过，才能有清晰的认知。就拿去年在网上大火的徐州大表哥来说，他去了一趟巴黎这个西方的浪漫之都，本以为会是一场愉快的旅行，结果却让他对国外的美好滤镜原地破碎，让他从崇拜法国变成了法国黑，因为他亲眼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夸张了。到处打着补丁的巴黎地铁站，满是屎尿味的塞纳河畔，破破烂烂的埃菲尔铁塔，还有满大街躺地上的流浪汉。你说看到的都是这些画面，你对巴黎怎么可能还有任何的向往之情？现在国内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归根到底还是愿意开眼看世界的人还是太少了。大家都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面，思想还停留在10几20年前，脑子里面浮现的还是以前意林文学吹捧的那些东西，总以为外国所有的东西都是遥遥领先。要改变这种思想认知，你不用听任何人的言论和判断，甚至我说的话你都可以不用相信，你只需要找个机会出去看看，去看一下国外真实的世界，这样你的认知就会瞬间改变。毕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听到和在网上看到的远远不如自己的体验来的真实。